谁能想到8块茶糕竟然牵动了一个王朝的命运？大家好，我是蒙董茶糕博物馆馆长崔开刚。在《十国春秋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通文2年，国人贡建州茶糕，制以异味，交以金缕，名曰耐重耳，凡8枚。短短20几字，记录下茶糕第一次以贡品身份走进帝王的宫廷。这一年是公元937年。但这个事件在北宋陶谷的《清议录》里，8块茶糕的故事却有了惊人的转折。有得建州茶糕，取作耐重耳8枚，交以金缕，献于闵王羲。欲通文之祸为内侍所盗，转为贵臣。8块传的金丝茶糕的背后，有着一个关于权力、背叛和命运的精彩故事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5代10国，大唐帝国轰然倒塌，中原大地陷入混乱。在这场混乱中，原本属于大唐的版图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，其中在东南沿海的福建一带有一个叫闽国的政权。此时的闽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，闽康宗王闯当政，年号通文。表面上看，这个年号寓意着以文治国的理想，但实际上王闯沉迷奢华。他刚刚建造了一座以水晶装饰的紫微宫，为了筹措建造费用，不得不加征赋税，搜刮民脂民膏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建州进贡了8枚特制的茶糕。建州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建瓯，是唐代以来就以产茶闻名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就曾盛赞建州的茶其味极佳。到了5代10国时期，这里的制茶工艺更是推陈出新，创造出了这种被称为耐重耳的茶糕。制作这种茶糕需要极其精湛的技艺，茶匠们要选最好的茶叶，经过反复压榨，最后凝结成膏。想象一下，在阳光下折射出金色光芒的茶糕是怎样一种奢华的景象。但为什么偏偏是8枚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8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八面玲珑，八方来贺，八面威风。而福建又被称为8闽大地。这8枚金丝缠绕的茶糕，既显示了建州茶匠的技艺之精湛，也体现了进贡者的巧思。然而，这8枚茶糕最终没有到达它原本的主人手中。在深宫之中，一位内侍做出了改变历史的选择，他偷走了这批茶糕，但并没有据为己有，而是转为贵臣。这位贵臣不是别人，正是王昶的叔父王延熙。这哪里是在偷茶，分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。内侍的这个决定就像是一个信号，预示着宫廷内外势力的重新洗牌。这批茶糕成了一张投名状，象征着深宫内外对权力更迭的默契。在5代10国的宫廷里，茶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。正如《茶经》中所说：“茶之为用，味之寒，为饮最易精行俭德之人。”品茶更像是在品一种身份，一种格调。而建州的茶更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权力象征系统，从种植到采摘，从制作到成品，每一个环节都暗含了等级的高低。这种用金丝包裹的耐重耳茶糕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即便是在后来的北宋，宋徽宗在《大观察论》里描述的北苑贡茶，在工艺上也未必能超越这种茶糕。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。当陶谷在《清议录》里提到这段往事时，他采用了献于闵王羲的说法。本应献给王闯的贡品，却在史书中被记为献给废黜他的王羲。这种记载方式本身就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解。更有趣的是，这8枚茶糕的命运最终以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流传下来。在正史《十国春秋》中，它们不过是普通贡品的一条记录；而在陶谷的笔记里，它们则化作一则关于人性和权力的深刻隐喻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历史，那8枚金丝包裹的茶糕仿佛依然闪着微光，它们见证了一个帝王的覆灭，也见证了另一个帝王的崛起。但最终，连那个新的帝王也没能逃过被覆灭的命运。倒是这8枚茶糕，因为陶谷的一段笔记，反而在历史长河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